Hello，大家好，欢迎继续观看 STM32 入门教程。本小节我们主要的任务是软件安装主要有以下几个步骤，分别是安装 K55MDK 软件、安装器件支持包、软件注册、安装 ST-Link 驱动和安装 USB 转串口驱动首先，大家可以在视频下方的简介找到软件的下载链接。下载之后就可以得到 K55MDK 的安装包了。在这里是一个压缩包，我们先右键点击解压到 K55MDK 这个选项。那这里需要解压密码，这个是我为了防止分享链接被网盘和谐设置的密码。大家见到有密码的压缩包，就在这个压缩包旁边找一下，我会把写有密码的文档放在旁边的那这个密码是32。我们输入32，点击确定。解压完成后，得到了 K55MDK 的文件夹，我们点进去，接着双击 MDK524 这个 EXE 文件，开始安装软件。这里点 Next 的，然后勾上同意许可协议的勾 Next 的。在这里需要选择安装目录，默认是 C 盘。如果你觉得 C 盘没问题的话，可以直接 Next 的。那我们也可以更改安装目录，点击右边的浏览按钮，选择 D 盘。那在这里，如果你之前已经安装了 K55C51 的话，可以直接选择 C51 的安装目录安装，这样两个软件就可以共存了。如果你之前没有安装过 K5 软件，那在这里一定要新建一个目录最好在根目录下，右键新建文件夹，名字可以起 K5，这个名字和文件路径都不要带有特殊字符或者中文的名称因为这是国外的软件，对中文的支持不好，起中文名字可能会导致各种问题建好文件夹后，选择这个文件夹即可。那我这里因为之前安装过 C51 的版本，所以我就直接选择之前建的文件夹了。选好文件夹之后，下面的 Pack 路径也会自动变化。那我们直接 Next。这个页面是一些个人信息，大家随便填即可，然后 Next。接下来软件就开始安装了，这个时间比较久，大家耐心等待一会儿。一般这里应该会弹出个窗口提示是否要安装 Ulink 的驱动这个 Ulink 是 Q 公司开发的调试器，我们点是就行了。到这里软件安装就已经完成了，这里有个显示发布说明文档的勾，我们把它去掉，就不看发布文档了，然后点击 Finish。接下来就会自动弹出一个 Pack Installer 的窗口，这个窗口就是用来安装器件支持包的，我们先把它擦掉，这个等会儿再讲然后我们就进入本视频的第二步了，安装器件支持包。首先我来介绍一下为什么需要安装器件支持包这个支持包是 K55 才需要安装的，像 K54 和之前的老版本是不需要安装的。这是因为现在的 ARM 的芯片型号是非常多的，升级换代的速度也快，新型号的芯片也是不断的推出来。那 Q 软件总不能出一款芯片就升级一下软件吧？而且同时支持所有型号的芯片，这个占用内存也是非常大的。所以 K5 之后，芯片的器件支持包就被独立出来了。我们开发哪种芯片就安装对应的支持包就行了。如果你不安装支持包，那在新建工程时是不会出现相应的器件型号的。那我们来试一下，我们打开 Q 软件，然后新建一个工程，随便起个名字可以看到在这里是只有 ARM 一个器件列表的，而且这里面没有 STM32 的型号。
这就是没有安装 STM32 器件支持包的情况。另外再说明一下，我们现在安装的时候选的是 C51 的安装目录，现在这个软件就是 C51 和 MDK 共存的情况。如果你想切换为 C51，只需要在这个下拉列表选择 Legacy Device 这一项即可。那这些就是51单片机的型号。如果你只安装了 MDK， 那这个下拉列表是不能选的哦。好，介绍完了支持包的用途，那我们就来安装一下 STM32 的支持包吧。在这里有两种安装方式，一种是离线安装，一种是在线安装。我们先介绍一下离线安装。那我们打开 K55MDK 的安装包文件夹，打开支持包文件夹，在这里我已经提前为大家准备了常见的支持包。那我们本课程使用的是 STM32F1 系列，我们就需要选择这个 kill.stm32f1x+-dfp 的文件然后双击，这里的目标路径会自动选择我们安装时的那个目录，直接点击 Next 的即可，等待一小会儿。现在就安装完了，然后我们点击 Finish。接下来我们再打开 K55 新建一个工程看看。在这里就出现了 STM32F1 的器件列表。展开之后，我们可以选择 F103， 然后 F103C8， 这样就可以建工程了。那到这里，我们离线安装器件支持包的方式就介绍完了。接着我再给大家拓展的讲一下在线安装的方式，这个是拓展的部分主要是防止你们之后开发其他芯片找不到型号。大家先了解一下，现在先看我操作就行了。因为在这个安装包里，我只提供了部分的器件支持包，所以如果你以后想开发其他芯片，比如STM32F2 的系列，或者其他公司的 ARM 芯片，那到时候找不到器件支持包不就尴尬了吗？那怎么办呢？这时我们可以用到在线安装的方式了。我们回到 K5 软件，点击这个绿色的按钮，弹出的就是我们之前擦掉的那个 Pack Installer 界面。那这个就可以用来安装支持包，并且所有可以用 K5 软件来开发的芯片都可以找到，使用还是非常方便的，就是网速比较慢那进来这个页面之前，需要给电脑连一下网，然后进来之后，它就会自动在 K5 官网上获取最新的器件列表了。下面这里提示的就是正在获取的东西，右边有个进度条显示进度。这个网速是挺慢的大家得多等一会儿。如果你点进来没有自动获取的话，可以点一下这个更新按钮，这样就可以获取最新列表了。经过漫长的等待，这个器件列表总算是加载完了可以看到，这里有很多公司的名称，里面包含了 K5 支持的所有 ARM 芯片。其中这个 Giga Device 的公司下，就有目前做的还不错的国产兼容 STM32 的芯片叫 GD32， 里面有这个 GD32F103C8 的型号，基本和 STM32F103C8T6 的芯片一样还有下面这个 MindMotion 公司，里面有 MM32F103C8T， 也是可以兼容 STM32F103C8T6 的国产芯片现在 STM32 涨价比较厉害，所以国产的这些芯片也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大家以后可以了解一下接着往下滑，下面这个 STMicroelectronics 里面就是 STM32 的。里面包含了现在 STM32 的所有型号，其中就有我们刚才安装的 STM32F1 系列。那比如我们以后想开发 STM32F2 的系列，我们就可以选择这个 STM32F2， 然后在右边看到这个后缀是 DFP 的文件，然后点击 Install 安装即可。那接下来它就会自动在 K5 的官网下载 DFP 文件，然后自动帮我们安装上。
当然，你也可以用浏览器到这个网站上下载，下载之后和离线安装的方式就是一样的了。现在又是需要一段漫长的时间来下载哈。那现在可以看到，下面这里已经提示完成了。我们擦掉这个窗口，然后 Kill 会弹出个提示框，说软件的支持包目录已经更改，是否要重新加载支持包？那我们点是，然后再新建工程。这时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刚才选的 STM32F2 的系列就出现在了列表中啊。那这就是在线安装器件支持包的方法，大家先有个印象啊，以后需要用的时候可以再来看一下。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进行第3步软件注册了。这个 Kill 软件是一个付费软件啊，如果不注册的话，功能上会有很大的限制。那我们个人用户学习的话，用盗版问题也不大哈。如果你是公司的话，就要考虑一下这个软件的版权问题了。那我们先关闭软件。然后在 K5 图标上右键，选择以管理员身份运行。这一步注意一下哈，在这里必须要右键以管理员身份运行，不能直接双击打开，否则之后就会弹出窗口说你权限不够哈。然后点击 File License Management， 把这个 CID 复制下来，接着打开安装包。将这个 Kgin 的压缩包解压，打开解压后的文件夹，可以看到这个注册机啊。如果你打开看不到这个文件，可能是被杀毒软件杀掉了，那你需要把杀毒软件关掉，然后再重新解压。得到这个注册机之后，我们直接双击打开它，然后把刚才复制的 CID 粘贴到这里。右边的 Target 要选择 ARM。这个是用来注册 MDK 的，如果你需要注册 Kill C51，就是选择 C51。最后点击 Generate 生成序列码，我们选中这个序列码复制下来，然后就可以退出这个软件了哈。接着把序列码粘贴到这个位置，点击 Add LSA， 下面提示 LSA 添加成功。并且上面 MDK-ARM 这一行的使用期限显示2032年，那这就代表软件注册成功了，我们可以使用到2032年。如果你在点击 Add LSA 之后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窗口，那说明你没有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哈。然后我们关闭软件，在注册完成后，以后直接双击打开即可，不需要再以管理员身份运行了。接着我们再来安装一下 ST-Link 的驱动。首先我们需要把 ST-Link 插到电脑上，然后在此电脑上右键属性设备管理器，打开这个设备管理器的窗口，在这里可以看到这个 ST-Link 是在其他设备的列表上，并且图标带了个感叹号啊。这就说明我们的电脑上目前是没有安装 ST-Link 的驱动。如果你插上 ST-Link， 在这个列表里找一下，能找到 ST-Link 的设备，并且没有感叹号，那说明你电脑上已经装过 ST-Link 的驱动了，就不需要再进行这一步了。如果没安装的话，我们需要安装一下驱动啊。这个驱动程序 K5 软件自带的就有，我们可以打开 K5 的安装目录。在这个 ARM ST-Link USB Driver 里面，这个 AMD64.exe 就是64位的， X86 就是32位的。我这个电脑是64位的，那我双击这个64即可，然后点下一步，点完成。刚才我们就注意到这个设备管理器的列表刷新了一下，在这里可以看到 ST-Link 已经没有感叹号了，这就说明驱动已经安装成功了。
另外，这个目录下还有 G-Link 的区段 ，G-Link 也是一种常用的调试器。如果你想安装 G-Link 驱动的话，可以打开这里的 Segger 文件夹，那这里面就可以安装 G-Link 的驱动了。接着我们就可以进行最后一步，安装 USB 转串口的驱动了。同样，我们先把 USB 转串口模块插到电脑上。这个 USB 转串口的芯片是 CH340，和之前5.1开发版上的一样。所以如果你玩过5.1的话，可能大概率已经装过了。那我们看到设备管理器还是一样，如果这里有感叹号，就需要装一下驱动；如果能正常识别，就不需要装了。CH340的驱动在我提供的资料文件夹里。打开工具软件，打开 USB 转串口 CH340驱动，双击这个 EXE 的程序。然后点击安装，这里出现驱动安装成功就 OK 了。同时我们也能看到这个设备管理器里面端口这个列表里出现了 CH340这一项，并且没有感叹号啊，那这就说明这个驱动安装好了。至此我们本小节的任务就全部完成了。之后我们就可以用这些软件来开发 STM32了。